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灭门孤子化身棋子，肖战新剧揭权谋漩涡。深夜，一场大火吞噬了江南钱家的百年宅院。6岁的智奴攥着母亲的发簪，看着平津侯的刀光划破月色，从此刻进记忆最深的裂缝里。由肖战主演的古装大剧《藏海传》开篇即以这幕血色场景，将观众拽入权力与复仇的漩涡。这不是简单的复仇故事。导演在采访中透露，当观众以为看到的是一场少年逆袭时，镜头却在暗处织就更大的阴谋之网。肖战饰演的智奴在火海中被神秘人所救。这个自称父亲故交的蒙面恩公，实则是皇帝部下的第一枚棋子。随着他改名藏海，踏上复仇路，观众会发现每个关键转折点都藏着惊天反转，3位师傅的教导，京城权谋的晋升，甚至最亲密战友的牺牲，皆是帝王操纵的傀儡戏码。剧中最具张力的当属情感试炼桥段。师傅6出设计的考验中，智奴在爱人与复仇间的挣扎之通过了半场，这个细节为后续命运转折埋下伏笔。当藏海凭借惊人才能在朝堂崛起时，却发现每个助力者都走向了相同的结局。教导他星象的星斗大师，暗中护持的师傅高明，都在他即将触及仇人时离奇死亡。我才是棋盘上最愤怒的棋子。剧中这句台词道破全剧核心。随着肖战饰演的藏海发现蒙面恩公竟是皇上面前的密探，剧情迎来双重反转。当年灭门惨案的元凶平津侯，恰恰是皇帝为巩固权力必须除掉的障碍。那个深夜救他性命的恩人，实则是利用他的仇恨完成权力更迭的操盘手。钟汉良饰演的蒙面人与乔振宇诠释的平津侯，这对表面敌对实则被裹挟的角色，将权谋剧的复杂性推向新高度。而张静怡、陈妍希等女性角色的加入，更在冰冷权术中注入人性温度。当藏海最终站在仇人面前时，他刺出的刀锋不仅指向平津侯，更是捅向了操纵一切的皇权心脏。我们想探讨的是复仇者成为复仇工具的荒诞。制片人在发布会上透露，这部剧用层层剥开的阴谋包裹着自由意志的哲学命题。当观众为肖战的蜕变演技惊叹时，或许更该思考，在命运棋局中，真正的赢家究竟是否存在？